看完最新的《海贼王》漫画1121话后，才明白青雉为何加入黑胡子海贼团。在辞去海军大将职务的1年后，青雉在某座无名小岛接受帝奇的邀请，成为黑胡子海贼团的第10船长。一个坚持热血正义的海军最高战力大将，为何会给无恶不作的黑胡子当手下呢？有人说是去当卧底，寻找帝奇吃2个果实的秘密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青雉与赤犬开启元帅争夺战。坊间传闻那场战斗还增加了一个赌注，获胜的人留在海军当元帅，失败的人去帝奇身边当卧底。经过10天10夜的鏖战，结果是青雉被打断1条腿战败，赤犬则晋升为海军元帅，抽着雪茄当众怒骂吴老星。青雉一个人在大海上流浪，最终加入黑胡子海贼团。后来青雉在庞克哈萨德冰封七武海都弗朗明哥，救下曾经的老同事烟鬼斯摩格。他告诉斯摩格自己所坚持的正义没有变，海贼的身份更加便于他做一些事情，同时还让斯摩格提醒赤犬需要派人去处理明哥和陆罗的冲突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青雉与赤犬并没有敌对关系，也能佐证坊间的传言，他是去帝奇身边当卧底的。不过在卡普去蜂巢岛救科比的时候，青雉的表现又给人一种真心当海贼的感觉。他对卡普并没有手下留情，甚至还冰封了云雀，最终联手溪流等人将卡普重伤，导致海军英雄至今下落不明。在最新的《海贼王》动漫1121话更新后，青雉的立场终于确定了。进入 One Piece 争夺战的12人当中，居然有青雉的身影。上面的4位海上皇帝，但凡是他们的同伴一个都没有出现。青雉的出现也表明他不是黑胡子的手下。从12人左右对位的关系看，黑胡子对路飞，巴基对香克斯，萨博对位的人是赤犬，也算是一场恩怨对局吧。青雉的对位居然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，可见他的立场不是海贼，而是在赤犬率领的海军一方。辞去海军大将的职位，就是去黑胡子身边当卧底。不过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说过，对青雉并不是100%的信任，一旦青雉的卧底身份暴露，黑胡子必定会取走他的性命。5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，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，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。第1颗是诺诺果实，能力者是卡塔库利，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，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，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，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，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。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。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，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，属于特殊超人系。第2颗是毒果实，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，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，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，没有特定的解药，只要在痛苦中丧命。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，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，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，瘫倒在地，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，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。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，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，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。第3颗是食尸果实，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。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，皮卡用食尸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，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。甚至有海米觉得食尸果实是自然系。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，性格上还特别傲慢，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，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，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。第4颗是岛果实，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，他拥有恶阵王的称号，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。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，展示过岛果实的强大之处，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，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。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，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。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，果实能力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。第5颗是合体果实，能力者叫巴雷特，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，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，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。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？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，最后被屠魔令击败，关入监狱。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，巴雷特成功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，也就一拳头的事情，战斗力绝对不弱于4皇。暴君雄的战斗力再次得到提升，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，战斗力妥妥的能超越海军大将。在所有七武海之中，暴君雄对恶魔果实的开发最完美，将一颗看似卖萌的超人系果实开发出不输自然系的破坏力，而且还具备不输闪闪果实的移动速度，以及让人瞬间恢复的治疗能力。别看暴君雄只有2亿9600万的赏金，战斗力绝对不输任何4皇副手。当年奉命去恐怖3滚帆船找莫利亚，传达黑胡子成为七武海的消息，调侃莫利亚会被草帽一伙击败，气得莫利亚咬牙切齿，却不敢还手战斗。而且莫利亚也强调很清楚暴君雄的能力，也是认定战斗力不如对方。后来奉命剿灭草帽一伙，打得索隆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用自己的命救路飞。元帅战国得知暴君雄让草帽团逃走，立马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不敢相信凭借暴君雄的战斗力，居然没能干掉草帽团中的任何一人。得知黄猿在香波地群岛对战草帽团，
暴君雄主动介入黄猿与雷利的战斗，可见在暴君雄看来，即便对手是雷利和大将，也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他们。当黄猿让他给一个交代的时候，暴君雄完全没给面子，直接对了黄猿一顿。身为海军大将的黄猿居然没敢动手，也表明出他不具备击败暴君雄的实力。在顶上战争，暴君雄的表现并不多，只是用一招雄之冲击将巨人奥兹击败。与老同事伊万科夫的战斗也很短暂，从场面上看，战斗力不在小伊万以下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暴君雄失去所有意识，成为奴隶，被萨博和3位军队长成功救援。不过他并没有留在革命军的基地，而是一个人重新回到圣地玛丽乔亚。赤犬得知此事后，选择亲自出马，直接来了一招明跑，将暴君雄打成重伤。随后赤犬评价大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，可见他也非常认可暴君雄的实力。在最新的海贼王漫画1095话中，暴君雄的回忆中有38年前神之谷大战的场景，那时的大雄还是个孩子，因为来自于巴卡尼亚一族，拥有巨人族的血液，被天龙人抓捕作为强悍的奴隶，参加每3年才会举办一次的人类狩猎游戏。年轻的神之骑士团司令官加林胜也来，天龙人希望他能成为最终的冠军，却遇到了洛克斯海贼团的攻击。加林胜在那场战斗中表现非常优异，就在那时，暴君雄遇到了伊万可夫，趁着神之谷的混乱之际逃走了。当时萨坦胜得知此事后很恼怒，强调不应该让强大的巴卡尼亚人逃走。直到现在，萨坦胜去了弹头岛，依旧对波尼提起巴卡尼亚一族的强大基因，可见在他看来，巴卡尼亚的强大力量对于天龙人来说也是潜在威胁。暴君雄至今还没有展示巴卡尼亚一族的特点，结合上开发到几乎完美的肉球模式，真正的战斗力很可能会接近4皇，也难怪当年黄猿不敢与之战斗。赤犬能与白胡子打得有来有回，青雉也能让黑胡子不敢动手战斗，黄猿为何会被武当路飞一拳爆头？是妮卡太强还是黄猿太弱呢？从4个方面能得到答案。第一是黄猿坚持模棱两可的正义，对待任何事物都不认真。当年去香波地群岛团灭超新星，却没有将任何一人抓捕去监狱。后来对付草帽团一伙，黄猿也没有下杀手，踩着索隆练习高抬腿，直到冥王雷利出现，一拖鞋踹飞自己的光速踢，让草帽一伙逃生。在弹头岛遇到草帽团，黄猿依旧没有认真战斗，才导致对战路飞时完败。第二个原因是黄猿在执行任务，首要目标是将贝加庞克抹除，在与路飞战斗的同时，还要分心去找贝加庞克，导致没有用全力。黄猿虽然是和赤犬齐名的海军大将，至今也没有展示过超强的实力。顶上战争面对红发团的黄副本贝克曼，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。现在与真正的4皇路飞战斗，黄猿处于分心状态，被爆头也理所当然。第3个原因就像前大将泽法说的那样，黄猿太过依赖恶魔果实，面对弱者有绝对碾压的实力，对战顶级强者时就显得非常吃力。当年在马林范多攻击白胡子，8尺琼勾玉被马尔科用身体挡住，不仅没有对小马哥造成任何伤害，自己还被对方一脚踹飞。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当着红发海贼团的面攻击乌塔，光速移动也被香克斯的瞬间移动压制，担心脑袋落地乖乖举手投降。对战路飞的时候也能看出来，闪闪果实的攻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不管黄猿使用什么样的招式，都能被路飞天马行空的招式化解。黄猿太依赖果实，导致霸气修炼不强，在顶级强者的战斗中处于劣势。凯多老师就曾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不管是罗杰还是白胡子，在对待强者的时候，都会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黄猿连霸王色霸气都没有展示过，显然打不过掌握觉醒和霸缠的路飞。第4个原因就像海米一直讨论的那样，黄猿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军，虽然剧情中没有明确交代，但从黄猿对待草帽团的战况可以确定，当初在香波地群岛，黄猿能瞬间秒杀超新星，却没有立马干掉索隆。还有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黄猿每次攻击路飞都有在救人的嫌疑。最重要的是黄猿吊儿郎当的表情与变成小老头的路飞一模一样。如果黄猿真是路飞的好舅舅，被武当路飞爆头有是一次演技的提升。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，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。CP 组织看似很强，战斗力却垫底。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，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。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，除了搞情报，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。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4皇团，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。在鬼岛战争中，2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，结果还被对方反杀一人。卡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，也掌握了果实觉醒，结果被索隆吊打。还有陆奇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，面对武当状态下的路飞被玩虐。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，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，可以单独面对4皇，而且海军人数众多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，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。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，青雉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，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。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，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。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，对战巨人茉莉手掌被刺穿处于劣势。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，虽然人数众多，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。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，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。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，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，
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，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。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，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。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，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。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，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，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。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，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。不出意外，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，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，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。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，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，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。世界会议过后，赤天使登场，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。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，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。还有 CP0 的卡库，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，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。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，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，它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，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。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，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。萨坦圣展示霸王色的最强用法，所谓的物理伤害比霸禅攻击强太多。作为100万分之一的王者资质，霸王色在前期一直被诟病太弱，除了清理一些实力不强的弱者，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。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在绝境之下释放霸王色，也只是震晕小兵。不过凯多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，展示出霸王色霸气的最顶尖用法，像武装色霸气一起包裹在物体上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巨大伤害。同时凯多也强调，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强者才能掌握这项顶级能力。罗杰和白胡子都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两人招式对轰有毁天灭地的效果。英雄卡普被称为最强海兵，一拳霸禅攻击能轻松摧毁一座城镇。夏洛特00一度被认为是最弱四皇，也能用霸禅攻击秒杀飞6包佩吉万。香克斯被誉为霸王色最强的男人，一招神臂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路飞在凯多的狼牙棒调教下，也掌握了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随后又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路飞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使用尼卡果实觉醒轻松吊打对方。对战海军大将黄猿时，表现的稍微有些吃力，最终还是将黄猿一拳爆头。不过有一点很是奇怪，这2场战斗路飞都没有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据说霸王色还有一种用法，就是能像体术和刀剑一样造成物理伤害。当年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尼克号，去找白胡子商讨召回艾斯的事情，释放出超强的霸王色震晕小兵，也将白胡子海贼船的船板震裂。鬼岛战争完结后，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和之国的近海，察觉到大将绿牛准备对路飞出手，立马释放霸王色霸气将其身体麻痹。从阵列船板和吓退绿牛来看，香克斯应该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。在海贼王漫画1094话中，五老星之一的萨坦圣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同时周围出现大量的黑色闪电，不出意外也是霸王色霸气拥有者。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与萨坦圣对视，脑袋随即爆炸，丢掉性命。目前还不清楚萨坦圣使用的是什么攻击，不过有2种比较合理的推测，一种是他的恶魔果实具有特殊能力，但凡看到他眼睛的人都会被攻击；另一种就是萨坦圣拥有超强的霸王色，能造成物理伤害，从敌人内部攻击。从海军下令让准将以下的士兵不能对视萨坦圣，也能证明这种说法。当下黄猿已经被路飞一拳爆头，萨坦圣参战将会展示出真正的实力。大河透露出艾斯的真正战斗力，相比海军大将还有很大的差距。最大的缺点也被凯多言中了，艾斯的实力高低一致备受争议。有人说具备准大将的实力，不过从5亿5千万的赏金来看，相比准大将级别的皇夫差很多。当年在巴拿马岛对战黑胡子，艾斯的炎帝被黑暗吞没战败，只有一颗暗果实的黑胡子应该不具备匹敌海军大将的战斗力吧。与七武海时期的慎平大战5天5夜，最终双方体力耗尽，以平均收场。要知道慎平是鱼人族，只有在大海中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战斗力，能在陆地上与艾斯打成平手，也能说明艾斯当年的战斗力真不算强。在马林范多为了救路飞，慎平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随后就被赤犬调侃两人实力差距太大，可见当年的艾斯也不能抗衡大将。虽然说艾斯与青雉交战不分胜负，两人只是简单交手，并没有用出全力。见到路飞救出艾斯之后，白胡子下达最后的船长命令，让全员回到新世界。赤犬用侮辱白胡子的话激怒艾斯，随后又用一记岩浆拳头将艾斯打飞，还不忘羞辱艾斯对果实能力太自信。殊不知岩浆能将火焰燃烧殆尽，从此也能看出艾斯的缺点，与顶级强者战斗对霸气的使用不够强。凯多在对战路飞时就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艾斯小时候就释放过霸王色霸气，从一群海贼的刀下救路飞一命。可惜的是没有像白胡子和罗杰一样掌握最顶级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不过香克斯非常认可艾斯的战斗力，得知艾斯带着黑桃海贼团来找自己，评价艾斯为超级新人，立马做出拔刀战斗的架势。当年艾斯去和之国冒险，为了解救被拐卖的孩童前往鬼岛找凯多，可惜凯多带着百兽海贼团远征，只留下戴着手铐的女儿大河。两人爆发了激烈战斗，从场面上看是5-5开，也没有分出胜负。
当时的大和并没有用出全力，不像对战凯多的时候开启了人兽形态。虽然大和有抵挡凯多的战斗力，却不能代表艾斯也能抗衡凯多。和之国战争完结后，绿牛接到赤犬的命令去搞定百兽海贼团，大和朝着绿牛的头来了一狼牙棒，被夸赞拥有非常强大的霸气，随后便被绿牛束缚住行动，还建议桃之助快点寻求路飞等人的帮助。可见在大和的心目中，自己连同赤鞘武士也无法战胜大将绿牛。如此来看，就算艾斯与大和的实力相当，距离海军大将还有不小的差距。黄猿找出尼卡果实的2个弱点，赤犬打路飞居然有天生的优势。自从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后，就有海米在讨论他的弱点。有人说路飞战斗太消耗体力，战斗一段时间后就会变成小老头。不过尼卡果实有心脏之骨，只要鼓声响起就能变成精神小伙。还有人说路飞一直在消耗生命战斗，寿命不足就是最大的弱点。顶级强者之间的战斗最多也就10几天完结，寿命少并不会影响结果。目前黄猿在弹头岛对战路飞，可以发现路飞的武当存在2个弱点，第一个就是害怕利器，也就是刀剑攻击。橡胶果实一直存在这个弱点。顶上战争的时候，路飞还不会武装色，遇到使用刀剑攻击的敌人都是劣势，中将无属并不算什么顶级强者，却能把路飞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与世界最强剑豪鹰眼战斗，面对黑刀叶的攻击，路飞也只能逃跑。现在路飞的武装色已经很强了，可在对战黄猿的时候，脸颊依旧被划伤，可见路飞即便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依旧害怕刀剑等利器的攻击。第2个弱点是害怕高温攻击，路飞不仅一次表示自己要被烫死了，为了保护贝加庞克和同伴们，路飞直接吃掉黄猿射出的激光束，随后就表示自己要被烫死了。橡胶害怕高温的弱点被体现出来，当初5位超新星在鬼岛对战双四皇，凯多吐出的热息直接命中路飞，4档状态下的路飞毫发无伤，因为他用橡胶的韧性抵挡住了火焰。后来5档状态下的路飞被热息打中，直接被烧成黑炭模样，凭借心脏之骨的超强恢复力，才化解凯多热息带来的火焰伤害。进入最终的决战时，路飞将拳头变成鬼岛大小，凯多则化身火焰巨龙，两人的招式发生碰撞，路飞被烧得哇哇大叫，说自己要被烫死了。从对战黄猿和凯多的2场战斗，都能看出武当路飞很害怕高温攻击，这不禁让人担忧路飞与赤犬的战斗。从立场上说，海贼与海军必有一战；从个人情感上说，赤犬在马林范多干掉艾斯，路飞必须得为兄长报仇。赤犬是自然系岩浆果实能力者，尾田曾强调他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，而且岩浆的温度特别高，能将艾斯的火焰燃烧，融化橡胶不算难事。单从恶魔果实的属性上来看，赤犬打武当路飞有明显的优势。不过凯多老师曾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路飞已经掌握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可以不用接触对敌人造成伤害，不用接触赤犬制造的岩浆也能战斗。如此来看，路飞还会怕赤犬吗？陆琪公开索隆的真正战斗力，霸王色再次升级，妥妥的大将级别。自从索隆在鬼岛觉醒霸王色，击败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境后，就一直有海米在讨论登基地狱之王的索隆实力有没有大将级别。当年在无名小岛遇到青雉，为了保护罗宾，草帽团3大主力齐上阵，结果被青雉瞬间秒杀。索隆的战斗力相比海军大将有天壤之别。来到香波地群岛，索隆与大将黄猿有过交战，全程被单方面碾压。如果不是冥王雷利登场，索隆的小命铁定被黄猿的光速踢夺走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的剑术和霸气得到提升，实力也是深不见底。对战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，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。不过与大将藤虎战斗，索隆处于明显劣势，嘴角被对方打流血。虽然飞翔斩击得到藤虎的夸赞，但实力相比海军大将还有一定差距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答应日和的请求，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得到光月玉田生前的佩刀研磨，是一把能擅自释放武装色的妖刀，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亡者系重创凯多腹部。凯多也很认可索隆的实力，强调他的斩击会给自己留下伤疤。对战露娜利亚一族的岩灾境时，索隆的攻击毫无效果，处于劣势。期间妖刀研磨出来捣乱，擅自释放武装色，差点让索隆丧命。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才将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境击败。抵达弹头岛之后，索隆的第一个对手是卡库，曾经在司法岛击败过对方。即便卡库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对战索隆也处于明显的劣势。得知黄猿闯入弹头岛之后，CP0的陆琪立马叛变与索隆开战。陆琪应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，对战吃了烧果实的萨博不落下风。不过与开启武当的路飞战斗，陆琪使用出觉醒能力，依旧处于明显劣势。对战索隆的时候，陆琪也使用出果实觉醒能力，表现出能干掉对方的气势。索隆也没有轻敌，将霸王色缠绕在刀上，有霸王色缠绕攻击的样子。陆琪强调索隆是4皇团的皇父，可见索隆的战力表现已经能接近大将。索隆对战陆琪虽然不是很轻松，却自信能在这场战斗中击败对方。目前路飞与黄猿的战斗还在进行，五老星萨坦圣也有可能加入战斗。之前陆琪也说过，只要他和黄猿在，就能在弹头岛消灭草帽一伙。如此来看，弹头岛事件不会很快结束。索隆对战陆琪是提升实力的机会，迫使索隆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击败陆琪后妥妥的有大将水准。
赤犬公开暴君雄的真正实力，妥妥的大将级别，难怪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黄猿也不敢动手与他战斗。暴君雄曾经是索尔贝王国的国王，陪同多拉格一起创立革命军，很可能是革命军的上一任参谋长，至今却没展示过全部实力。他能将看似用来卖萌的肉球果实开发出各种堪称 bug 的无敌技能，因此一直有不少海米认为暴君雄的战斗力至少在准大将级别。他的雄之冲击破坏力不输任何自然系，将一座城镇摧毁也不困难，瞬间移动也能轻而易举做到。速度甚至不亚于黄猿的闪闪果实，还拥有强大的治疗能力，拍出人体内的伤痛，让伤者瞬间恢复。当年大雄去恐怖三维帆船找莫利亚，传达黑胡子担任七武海的消息，莫利亚就非常忌惮肉球果实的能力，被调侃也不敢与暴君雄战斗，与草帽团战斗可以说是完全碾压。索隆被打得扔下佩刀放弃战斗，为了能保住船长路飞的性命，只能祈求暴君雄用自己的脑袋交换。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打飞天龙人后，黄猿主动请求去剿灭草帽一伙，灭完霍金斯和德雷克一群超新星后，又将索隆按在地上狠狠摩擦。好在冥王雷利及时出现，救下索隆之后与黄猿爆发激烈战斗。暴君雄有点轻视黄猿与雷利的实力，来到两人中间也不担心受伤。雷利得知他的意图后拖住黄猿，认可暴君雄有实力救走草帽团。黄猿见到突然到来的暴君雄，也是一脸震惊，让他必须给一个交代。大雄没有理会黄猿的话，强调不是海军的命令，他想干什么都可以。黄猿听完后却没有出手攻击，可见他对暴君雄的实力有所忌惮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暴君雄彻底失去意识，成为天龙人的最强奴隶。萨博联手3位军队长，将暴君雄从玛丽乔亚带回革命军基地。可是暴君雄并没有待在龙身边，而是一个人回到天龙人的地盘。天龙人的守卫简直不堪一击，被一招雄之冲击全部击溃。元帅赤犬不得不亲自出马，看到被暴君雄破坏的城堡也很震惊，评价暴君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，不能放归山林，必须在此刻消灭。立马甩出一招岩浆冥狗，没有躲避的暴君雄被打掉半张脸。见到暴君雄想要逃走，赤犬再次展开攻击，将其一条腿打断，还是没能阻止暴君雄逃走，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自己面前。从赤犬评价暴君雄为怪物，以及一开始就拿出全部力量攻击，是认定暴君雄拥有很强的实力，不认真战斗不可能将对方击败。草帽团有5个人的老爸已经登场，其中2人在四皇团，还有1人被吴老星干掉。多拉格不算是一个好父亲，生下路飞之后就一直没管过。路飞被卡普寄养在山贼达旦家中，10几年的时间一次都没来过。不过对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梦想，龙作为父亲可谓全力支持。当年路飞在罗格镇被巴基处刑，龙亲自出场用一道闪电救人，后来又挡住斯摩格抓捕路飞，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海贼团出航。除此之外，龙创立的革命军对路飞成为4皇的帮助也非常大。路飞在恐怖3维帆船击败莫利亚后，海军命令暴君雄剿灭草帽团，没想到大雄是路飞的自家叔叔，只是测试了一下草帽一伙的忠诚度。后来大雄又在香波地群岛出现，当着黄猿的面把草帽团全员拍飞。顶上战争之后的2年时间里，一直守护着桑尼号不被海贼们破坏。伊万科夫得知路飞是龙的儿子，就立誓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，不仅帮助路飞从海底监狱逃走，又一起前往马林范多救艾斯。山治的老爸加治是妥妥的渣爹，为了称霸北海居然改造自己的孩子。得知山治的身体没有任何提升后，甚至试图让亲儿子从世界上消失。为了与4皇大妈联姻，加治想再次利用山治，让他与布林结婚。草帽团逃离蛋糕岛的时候，加治良心发现，率领吉尔玛帮助路飞来到和之国后，山治在3号战斗服的影响下，觉醒体内的血统因子，击败异灾奎因晋升成魔神。这次实力提升得给加治继承一功。乌索普的老爸叫耶苏布，在海贼旗的召唤下抛家弃子出海追梦，跟着香克斯一路冒险，成为海上非常强大的狙击手。当年在风车村时，耶苏布经常和路飞提起儿子，不算是坏父亲。每次草帽团登上报纸，耶苏布也都会关注乌索普的表现。不过当在和之国要见到儿子时，却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弗兰奇的老爸和老妈都是海贼，为了冒险将他丢弃在七水之都。红发海贼团的航海士叫斯内克，从外貌上看也弗兰奇并不像。有海米发现他脖梗处的龙纹身，在弗兰奇的身上也出现过相同的。如果斯内克就是弗兰奇的父亲，草帽团成员的后台真是太强大了。薇薇公主也曾是路飞的伙伴，生命卡显示她是草帽团曾经的船员。在世界会议过后，薇薇的父亲寇布拉找到吴老星，询问莉莉公主的往事，结果被吴老星联手打伤，为了保护萨博安全逃走，最终丧命玛丽乔亚。所有4皇评价铁拳卡普的战斗力，让白胡子畏惧，被黑胡子贬低。凯多居然说卡普不配与自己交战。当年草帽团在愚人岛冒险，路飞吃掉上供给4皇大妈的甜点，为了避免愚人岛被4皇团攻击，路飞送上一堆财宝作为弥补。起初大妈并没同意，决心要毁掉愚人岛，已经拧下路飞的脑袋。听到路飞的身世后，直接来了一句，原来是英雄卡普的孙子，也同意路飞用财宝解决此事。可见大妈对卡普还是有所忌惮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卡普不忍心艾斯惨死，一直没有出手战斗，直到马尔科企图偷袭处刑台，
才跳出来一拳将其从空中击落。白胡子与卡普是同年龄段的人，也很清楚对方的战斗力强弱，见到海军一方的气势得到提升，立马站出来告诫手下的人，卡普只是一个海军老兵罢了，所谓的英雄称号是徒有虚名，不必害怕。从白胡子如此紧张的表现来看，是认可卡普有左右战局的实力。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后很嚣张，扬言自己是最强的人，还要毁掉海军基地。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。随后卡普也加入到这场战斗，一拳头将巴沙斯从空中击落。面对两位传说级强者，黑胡子依旧傲慢，强调他们是过气的老头。可见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已经自信到能击败英雄卡普。香克斯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，经常能见到卡普与罗杰的战斗，对卡普的战斗力应该非常清楚。去马林饭多救路飞，却完全无视卡普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来了一句：“如果不停止战斗，请与红发海贼团开战。”这句话不仅是说给黑胡子听，也是说给所有海军，包括英雄卡普。香克斯之所以敢不在乎卡普，是因为他救的人正是卡普的孙子路飞。巴基与香克斯一样，从小看着罗杰与卡普战斗长大，对卡普强大的战斗力很认可，每次提到卡普都表现得很敬重。凯多拥有世界最强生物的称号，有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实力。在鬼岛屋顶对战5位超新星，被学会武装色流鹰的路飞一拳击倒。凯多也认可路飞能匹敌洛克斯等强者，拥有与自己一战的实力。在这些强者中还有白胡子和香克斯等人，但是英雄卡普却不在其中。难道说在凯多的心目中，卡普还不具备与自己生死决斗的实力吗？路飞从小吃着爱之铁拳长大，自认为能活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。即便路飞现在觉醒换兽种米卡果实，见到爷爷卡普也得撒腿就跑。众人得知凯多战败后都有何反应？香克斯立马决定与路飞为敌。黑胡子居然成为获利最大的人。随着鬼岛般大的拳头砸在巨龙身上，和之国战争也宣告完结。霍金斯对德雷克袒露心声，当初已经算到凯多会战败，那个1%存活的人是自己，不过碍于面子才没有背叛凯多。德雷克并没有怜悯霍金斯，路飞能击败凯多让他也很欣慰。作为凯多的女儿，大和居然是最开心的人。一直抱着受伤的路飞，得知路飞恢复意识之后，又以凯多女儿的身份搞定百兽海贼团，甚至还告诉草帽团众人，他将以路飞伙伴的身份一起出海冒险。赤犬得知凯多战败后，派遣大将绿牛在1周后抵达和之国。看来当初没让黄猿去和之国，不是畏惧武士，而是在畏惧凯多。赤犬还特意叮嘱绿牛，只要收拾残局即可，千万不要惹路飞和武士。可见赤犬已经认可现在的路飞，不敢让海军与四皇正面交战。香克斯得知路飞击败凯多后，很是欣慰地来到和之国近海，不过并不打算与路飞见一面，因为他决定成为路飞接下来的对手，加入争夺 One Piece 行列中。与草帽团开战也是早晚的事情。不过香克斯用霸王色喝退绿牛，也是为路飞解决了一个小麻烦。与此同时，香克斯还要去找巴托洛米奥，解决闯入红发海贼团地盘的事情。吴老星对凯多战败早有心理准备，派遣军舰准备霸占和之国。当得知凯多和大妈陨落后，5个老头还是表现出了震惊。不过庆幸的是，相主已经离开，表明和之国不会立马选择开国。看到路飞的悬赏令后，吴老星彻底慌张了，要求立马撤回。他们担心路飞武当的模样传遍世界，让众人知道太阳神尼卡的存在。后来萨坦圣亲自前往弹头岛，应该就是为了解决掉路飞吧。黑胡子知道凯多战败后，率队出发，并没有直接到和之国捡漏，而是停留在圣者岛，打算蹲守基德路飞和罗奇中的一人，目标就是从他们3个人手中抢夺从凯多那里得到的路标正文。黑胡子运气非常好，没有遇到草帽团，而是蹲守到罗的红星海贼团。罗的表现配得上30亿的赏金，利用果实觉醒能力暴揍黑胡子一顿。不过在黑胡子使用暗暗果实后，极地潜水号被毁，红星海贼团也战败。经过此战，黑胡子得到路标历史正文，距离通往拉夫德鲁又进一步，剩下的一块路标历史正文很可能就藏在巨人岛埃尔巴佛。红发海贼团已经从那里离开，应该已经得到了历史正文。黑胡子想要争夺 One Piece， 与红发海贼团一战将不可避免。你知道开启大号的布鲁克有多牛吗？睡四皇大妈泡雷利的妞都是小儿科，还曾让50亿的强者主动给他下跪。刚登陆香波地群岛那会，草帽团都在听夏奇说雷利的往事，布鲁克冷不丁的冒出来一句，好像记得有那么个新人叫罗杰。当时觉得他在吹牛皮，怎么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在草帽团歇业的2年里，别人修炼提升实力，布鲁克则找回大号，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。佩德洛与布鲁克计划偷走大妈的历史正文，对战四皇大妈本人时，布鲁克一点没损，召唤出灵魂之王。大妈用灵魂制造的霍米兹，在他的攻击下简直不堪一击。宙斯与普罗米修斯也被打伤，可惜布鲁克还是被大妈击败抓走，之后躺在大妈怀中昏昏大睡。这件事也只有他一个人敢做吧。被乔巴等人救出来之后，布鲁克打开脑壳拿出历史正文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讶到，不敢相信这个糟老头子能如此厉害。不仅有睡四皇大妈的胆识，还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正文收割机。在布林和山治的婚礼上，路飞刺杀四皇大妈的计划被识破，卡塔库利率领整个四皇团反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又是布鲁克站了出来，偷偷打碎莫罗修女的相框。
才让刺杀四皇大妈的计划能顺利推进。逃离蛋糕岛的时候，布鲁克一刀劈开宙斯，让大妈差点落入水中，最后还能抓住雷云宙斯，让娜美的战斗力提升 N 个档次。在鬼岛战争中，宙斯与天后棒融合，帮助娜美干掉赏金4亿的乌尔提。当年在恐怖3维帆船登场时，布鲁克就干过一件很牛逼的事，向娜美提出看胖次的要求，不出意外被娜美朝着脑袋来了一脚。后来在香波地群岛又询问夏奇胖次的颜色，不过夏奇回答他了，夏奇可是雷利多年的女伴。这波操作妥妥的给雷利戴了顶绿帽子。来到和之国对抗百兽海贼团，布鲁克就默默跟在罗宾的后面。罗宾对战飞6包黑玛利亚，他就小秀一波实力秒杀所有小喽啰。罗宾受伤被 CP0 的成员追杀，他就抱着罗宾逃跑到安全地带。当年罗杰海贼团称霸大海的时候，有一位大海贼叫红伯爵，据说他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就与罗杰和白胡子海贼团平起平坐，曾经与钢骨空决斗也是不分胜负，最终体力耗尽被卡普关入推进城。红伯爵有如此战斗力，赏金至少能匹敌罗杰和白胡子的50亿倍率，他却是布鲁克的小迷弟，曾经主动给布鲁克下跪表示崇拜。